所有的大模型，比如说 ChatGPT、豆包、DeepSeek、Llama、Cloud、Gemini 等，都是用这样文字接龙的方式生成一段段流畅的文字。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我们先来分别了解一下文字、语音、图像这些不同的模态它的生成原理，然后再进一步看一下它们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。文字版的大语言模型现在已经非常常见了 ，DeepSeek、豆包、Kimi、ChatGPT 已经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各处。它们是怎么生成我们看到的一段段流畅的文字？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，它们的方法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文字接龙游戏差不多。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玩的吗？就是我说人山人海，你接海阔天空，我再接天空之城，你又接城门失火。大模型生成这一个文字的过程就非常类似这样。首先模型会接收一段开头的文字，比如说 UP 主讲的真好，接下来他需要预测下一个字最可能是什么，比如说他觉得可能是点，于是把这个字补上，接着拿 UP 主讲的真好点作为新的开头，重新输入到模型，再预测下一个字，比如说是个，如此不断循环下去，就形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，最终得到答案 UP 主讲的真好，点个赞。我们把这样一步一步生成文字的方法叫做自回归，就是自己之前生成的结果自己拿过来再用，决定下一个生成内容，有点像自产自销，所以就叫自回归。事实上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大模型，比如说 ChatGPT、豆包、DeepSeek、Llama、Cloud、Gemini 等，都是用这样文字接龙的方式生成一段段流畅的文字。但是大模型真能直接认识我们输入的文字吗？其实它并不能。大模型的本质实质上是计算机中的程序。我们知道计算机只能懂数字0和1，因此所有文字输入都必须先变成数字，计算机才能理解。怎么将文字变成数字呢？听起来很难，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。键盘打字就是。当我们敲击键盘，在手机上输入一段文字时，输入的就是文字。而手机和电脑一样，都是芯片，只能看懂数字的。我们输入的文字会通过 ASCII 编码转换成数字，比如你敲击键盘输入的是字母 A， 电脑并不能直接识别 A， 而是通过 ASCII 编码把它变成数字97，再输入给电脑。点击句号，电脑收到的其实是数字46，这样就用数字来表示了键盘上的不同按键。电脑收到数字后，查下 ASCII 表就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按键了。ASCII 表就相当于一本电脑用的字典，收到数字后查字典就知道数字对应的文字，文字对应的数字。类似的，大模型也有一本自己的字典，我们叫做词汇表 vocabulary。 模型输入输出的文字都在这个字典里面，能找到对应的数字，这样大模型就可以用数字来处理文字了。输入的时候收到数字，输出时也是输出数字，通过查这个词汇表就知道这些数字对应的是哪一个字。但日常中我们经常听到 token 这个词，它和字是什么关系呢？现在的大模型都是支持多语言的，既有中文又有英文，还有阿拉伯数字、希腊字母、标点符号、韩文、日文，再用字或者词来称呼，其实都不太准确了。于是技术人员就创造了 token 词源这个概念。token 可以理解为大模型处理语言的最基本单位、最小单元。所有的 token 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词汇表。汉字的你我他可能是3个 token， 英文单词的 hello 也可能是1个token， 标点符号的感叹号也可能是1个 token。 大模型一般掌握了大约10万个左右不同的 token， 比如说 ChatGPT 的词汇表就有10万个， DeepSeek 的词汇表是有 12.8 万个 token。 每次我们进行文字接龙的时候，其实模型做的就是根据输入的 token 预测下一个最可能的 token 是什么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特别好奇为什么不直接一次生成整句话，要用这个文字接龙的方式，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接？其实这并不是模型不想这么做，而是一次生成多个字会出现很大的矛盾问题。比如输入这一句话 UP 主讲的真好，模型可能同时想到了2个正确答案，我要打赏和点个赞。如果一次生成多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是独立决策的，就会容易混乱。比如第一个字，它可能选择的正确答案是点个赞，所以它选择生成了点。第2个字可能误以为大家都选了我要打赏这一个正确答案，所以它输出了要。第
3个字呢，他觉得其他的人都选择了点个赞，所以他输出了赞，最终变成了奇怪的点要赞。输出元素它是同时生成的，而正确答案又不是唯一的，每一个输出元素都要自行去选择某一个正确答案，输出的各个元素之间就有可能发生选择的正确答案不一样，于是生成的结果就冲突了。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，我们才需要选择逐个字接龙这样的方式，这种就不会产生冲突了。到这我们大致了解了文字生成的原理，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图片生成的原理。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，关注一下再走啊！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